嫂嫂，怎么是你？那林婉婉莫不是瞎了眼，放着这么好看的人不要？嫂嫂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里？今日可是你和长房大哥的大喜之日。燕州，是段清扬设计下药，想与你换妻。现在，他估计已经和我庶妹洞房。段清扬现在越发过分，连换亲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等等，燕州，你我现在这样，就算是告诉老国公，也无济于事。不如我们将错就错，他娶我庶妹，你娶我。嫂嫂，你不嫌弃我身体孱弱吗？不嫌弃。他自幼学医，更是上过战场，什么疑难杂症都不怕。更何况他还不一定有病。深深地看了他顷刻之后，转身离开新房。难不成他嫌弃自己？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好像也没有缺鼻子少眼呢。这时房门又被推开，段彦舟顶着风雪迅速将房门关好，大步走到他跟前，将手里的东西塞进他怀里，一改方才冷峻面容。今日大雪，院子里的婆子也不知道加炭，你先拿着汤婆子暖暖身子。舒腾，段清扬卑鄙无耻，是他不好。你放心吧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妻子，我会好生待你。红烛摇曳，林书堂捧着汤婆子，不仅身上热乎起来，就连心里也跟着暖暖的。他的病秧子夫君好像还不错。燕州，今天是什么时日？今天是大元7年12月初3。怎么了？按照史书来看，明天一早，崇国公府2房将被抄家，全家流放至祁南。极寒里，普通百姓都难熬，更何况还是缺衣少食的流放。你放心吧，你若是不愿意嫁给我，我也不会强求。明日一早，我就去找祖父，证明你清白，让他替你做主。毕竟我这身子骨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我没有不愿意，不过是病罢了。我给你瞧瞧。你会医术？会一些，不过是些老毛病罢了，不用诊治。燕州，你信我吗？你是我的妻，我当然信你。燕州，皇上对崇国公起了疑心，明日就要将整个国公府抄家，不日之后将流放祁南。你放心，我所言属实。你若问我是如何知晓，就当是我偷听来的，绝非胡言乱语。你若不信，方可派人去一趟安王府，明日抄家，他们此刻早已守在各个城门，以防你们连夜出逃。不，你不是胡说。祖父与大伯父素来张扬，早就惹得皇上不悦，抄家是迟早的事情。今日国公府大婚，来的宾客却寥寥无几，我就猜到不对劲了，只是没想到明日就抄家。舒堂，谢谢你告知我，今晚怕是不能和你洞房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跟着我受苦。你且先等我片刻，我去就回。不用半个月，整片大地将被冰雪覆盖，粮食颗粒无收。要是这个时候能多囤一些粮食和保暖之物就好了。他正想着，眼前的大红床突然消失，抬头只见原本古色古香的房子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商场。这难道就是小说里写的空间？6楼储存空间，宿主凭意念可以将需要储存的东西放进空间内。闭上眼睛，想着今日新房桌上的一盘花生枣子，这也太好了。宿主可凭意念随意进出空间，可以随空间随意瞬移。立马从惊诧中回过神来，闭眼凝神离开空间。他前脚刚回到崇国公府的新房，段彦舟后脚就推门进来。舒堂，方才我和爹娘说了此事，他们让我们快些去前屋。段彦舟牵着他的手，一路快步前行。来到前屋时，2房都已到齐。你的事儿，彦舟跟我们说了，是那长房不对，不过也好，你那庶妹我们也瞧不上，要不是老国公硬逼着彦舟去娶，我们也不会同意。
如今你进了我们家，就是我们的儿媳，旁的人也甭想再欺负你。多谢母亲。一声母亲唤得又软又甜，江氏听着欢喜不已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娘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想要和二嫂说。方才你父亲已经派人去安王府打探过消息，城内四周的确有重兵把守，我们段家怕是真要被抄家。他前脚刚回到崇国公府的新房，段彦州后脚就推门进来。舒堂，方才我和爹娘说了此事，他们让我们快些去前屋。段彦州牵着他的手，一路快步前行。来到前屋时，二房都已到齐。你的事儿，彦州跟我们说了，是那长房不对，不过也好，你那庶妹我们也瞧不上，要不是老国公硬逼着彦州去娶，我们也不会同意。如今你进了我们家，就是我们的儿媳，旁的人也甭想再欺负你。多谢母亲。一声母亲唤得又软又甜，江氏听着欢喜不已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娘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想要和二嫂说。方才你父亲已经派人去安王府打探过消息，城内四周的确有重兵把守，我们段家怕是真要被抄家。一位挺着孕肚的女子缓缓走来。弟妹，父亲母亲还是想要问你，若真要流放，路途艰辛。这位是段彦州大哥段承安的遗孀，叫陈婉柔。嫂嫂，我既已是彦州的妻子，那自然是与你们共进退。我爹进宫去了，现在城内城外都是官兵，崇国府插翅难飞。就算逃出去，带着有孕嫂嫂在这冰天雪地里躲追兵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所以我和爹想了一个法子，让爹连夜带着先皇赏赐的一桩圣旨进宫面圣，请辞前往齐南为官。他们这是要在流放之前主动请辞。同样是去齐南，流放要坐囚车，一路被衙役押送前往。但前往齐南任职，不仅一路马车前行无人管束，还能有府邸和官职。陛下会答应？陛下想要抄崇国府，本意就是冲着祖父和长房的钱财而去。我们这清贫的二房，顶多算个陪衬。自请去齐南，反倒是省下了陛下不少事。而且他看在那张圣旨的面子上，也会答应。今天幸好有你，若是再晚一个时辰，想进宫就难了。去齐南也好，史书上有记载，兵灾过后，南方比北方更早出勤，说不定他们能在那里另开一片天地。很快，前往皇宫的二老爷回到府中，他满头的血，匆匆进屋后，立马招呼大家去收拾东西。夫人婉柔，你去清点下人，在天亮之前遣散出府。青州，你快去备2辆好点的马车，记住一定要好马。兖州，你和舒堂，你们快些回各自的房间收拾细软，金银钱财能带多少就带多少，衣裳和吃食也都要带足。是父亲。父亲。林书堂跟着段彦州换下喜服，穿上厚厚的衣袄，去后院清点了二房所有的钱财。这些东西能带走的并不多。不带走，这些东西只能便宜了皇帝。林书堂思索起来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搬进空间，但日后免不了要进出空间。段家人不是傻子，他这一路上不可能次次都能找到借口瞒过他们，不如就让段彦州当这个帮手，不仅可以给他带路，日后还能帮着打掩护。彦州，我有个好办法，可以将这些全部都带走。什么办法？林书堂随意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小钱袋。彦州，你信鬼神吗？这不是普通的钱袋，是乾坤袋，可以将这些东西都收进去，是我祖母意外所得。你若是累了，我来背你。林书堂深思熟虑后，抓着他的手往前一拽，只见二人一同来到商场6楼的存储空间。段彦州看着前方收进来的东西，惊讶不已。这难道就是乾坤袋里面？没错，这就是乾坤袋里面。它不仅可以帮我们收东西，还能带我们前往10公里以内任何地方。
段彦洲认真听着，幽深的眸子划过一道又一道的光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将那边也搬空。现在就去。他拉着段彦洲的手，一凝神，从空间出来，就到了隔壁长房府邸。同二房的简朴相比，长房则是金碧辉煌，前院后院有着各种名贵的花瓶玉石。林书堂可不管这么多，玉石地板都通通收进空间。他们二人很快来到段清扬的新房外，里面两人还在你侬我侬。清扬，二房那边到现在还没动静，估计我嫡姐和那病秧子已经洞房了。哼，二房的病秧子还不知道能不能行，不过就凭他们两个蠢货也翻不出天来。我们呀，就等着那病秧子被克死。哼，那二房早该绝了。林书堂听罢，回头朝身后的段彦洲看去。我们继续搬。林书堂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待他们熄灯后，将里面的东西通通搬走，连带着两人的衣裳一件都不留。看他们明天早上抄家时穿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便将整个府邸全部搬空。别说是衣服，连个夜壶都没给他们留。这些个人渣，他们最后去了库房。长房这些年来靠着各种手段敛了不少财，算起来估摸着有200万两白银和5万两黄金。林书堂终于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抄家了，这些金银冲到国库也不是个小数目。一凝神，将其全部收进空间里。第7层空间升级完成，可储存各类食物，保质期为永久。永久保质期。现在有了这个冷藏空间，他们可以囤更多的生冷熟食。林书堂看向隔壁已经空荡荡的国公府，明早要是皇上来抄家，什么也抄不到会怎么样？自然得先是严刑拷打，然后再就是每人30大板。林书堂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倡议。现在时辰还早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皇宫还是国库？段彦洲道。国库就不用去了，反正都是空的，先去林府，再去皇宫。你若是不去，便宜了你那姨娘。他们先来到林府的库房，林书堂将箱子打开，里面全是金元宝。他连忙凝神收了林太傅的心肝宝贝。库房搬完后，自然就是后厨和粮仓，他通通全搬进空间，就连1粒米1块炭都没给他们留。老爷，婉婉和书堂换亲的事，您真不心疼？若是心疼，妾身明日便让他们换回来。不用换，林书堂他怎么比得上我们的婉婉啊？他呀，跟他娘一样死板，就算嫁去国公府也没用。那便好，老爷这么说呀，妾身就放心了。段家二房那病秧子也不知道能够活多久，要是早些死了，我们再将书堂改嫁，嫁到海大人家，说不定还能有些用处。海家那个是个傻子。林书堂听着，心中带着怒火。段彦洲瞧出他的神色，眸光也沉下。不等他动手，林书堂朝里面撒了药粉，随后拉着他一同回空间。段彦洲侧头看向他，深泉般的眸子里飘着薄雾。若是我死了，你会改嫁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方才你撒了什么东西？是极强的动情药。林书堂随后又去了林家的粮仓，里面粮食不比国公府少。他走的时候，顺带把看门的狗都带进了空间。给他们看门是委屈了狗。搬完林家后，林书堂和段彦洲直接去了皇宫。这个狗皇帝，国库都空到要抄大臣的家，但各个宫里却是奢华无比。林书堂可不和他客气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，像什么金钗凤冠、蜀锦屏风，他都通通收进去。要不是怕惊醒他们，连那梨花木雕花床他也想搬走。搬完这些，两人又去了御膳房和后厨囤粮的库房。
狗皇帝果然奢靡，净吃一些稀罕物，真会享受。这么着急抄段家，看来是这些还不够吃啊。那就把这些都搬走，让他吃个空。林书堂眉一挑，闭眼凝神，将跟前满满的库房一瞬间变得空荡荡。去了2处地方，段彦洲好似上道了，又告诉了他好几个藏着宝的地方。等搬完这些，天已经灰蒙蒙亮。等他们一家人来到后院各个房时，发现整个2房府邸都空了。一家4口站在原地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好在有段彦洲替林书堂善后。爹娘，我和书堂已将家中财物全部运出去，藏在一处。既然我们只是外放，不是抄家，那拿走这些东西，皇上定也不会怪罪。段彦洲走来解释道：等我们在奇南落脚后再回来拿便好。剩下的衣物吃食，我和书堂都已装到马车上。世事无常啊，大哥，你也别怪我们。他们有此后果，也是他们自作孽。老爷，我们千万不要心软，小心被反咬一口。夫人说的我明白，眼下我们也只能自保。随着晨曦照来，一大群官兵涌进了崇国公府。林书堂和段彦洲准备上马车出门时，正见到隔壁长房那些人穿着亵衣，齐刷刷地跪在雪地里。怎么不把衣服穿上？爹娘，这官兵来的突然，还未来得及穿。丢人现眼的家伙！好了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吵什么吵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快放我们走！来抄家的许大人上前朝段清扬重重打了一巴掌。世子爷，我等是受皇上之命前来崇国府抄家。抄家什么抄家？我们崇国府满门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为何要抄家？许大人拿出圣旨，大声宣读：崇国府崇国公段成元与其子段冲通敌叛国，罪不可赦。即日起，抄家收押，贬为奴籍，不日流放奇南。许大人，会不会是弄错了？我们国公府素来忠心，怎会做出叛国一事啊？难道皇上的圣旨还有假？去，给我将府内里里外外的搜，一件不留。段家完了，段家要完了。爹，冤枉呀！大人冤枉啊！住手！快住手！我们要见陛下。陛下有令，若是敢抗旨不遵，格杀勿论。他千方百计的换亲，这才刚成婚就要流放。许大人，既然是崇国府抄家，那为什么隔壁2房不抄？他们运气好，昨夜拿着先帝的圣旨去宫里向陛下辞官，主动请缨去奇南任职。陛下念在先帝的情分上，给了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们不用抄家，也不用流放。什么？他们不用抄家，也不用流放？老国公和长房那些人一个个朝隔壁看去，纷纷惊得目瞪口呆，看着这些年来一直被自己欺压的嫡姐，被自己扒光衣裳丢进病秧子房里的女人。要是不换亲，那今日流放的就应该是他的嫡姐，而不是他。大人，我是崇国府2房的儿媳，不是长房的人，可否放我离开？婉儿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是2房的儿媳，那怎么在长房世子爷的床榻上？难不成你们崇国府还有弟媳暖长兄床榻的习惯？林婉婉，你不是我家儿媳，谁是？他才是，从一开始就是林家嫡女嫁世子，不是我。大人，快放我离开！大人，他说的的确不错，该嫁给世子的的确是我。不过我这位庶妹和世子情投意合，便在成婚当日与我们互换夫君。现在她是长房儿媳，而我只是2房少夫人。不是。许大人，我家娘子说的不错，与我拜堂洞房的是林家大小姐，
不是他林家二小姐。若是没我们二房什么事，我们便启程准备上路。许大人和二老爷虽说不是深交，但是二老爷待人宽厚，广结善缘，所以他并不想为难他们二房。二公子早上路也好，免得遇到大风雪。多谢许大人。燕州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燕州，我们一早就定过亲的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换妻。你就看在我们曾经定过亲的份上，就原谅我一次。我回去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攀高枝儿，一个气元佩，还真是天生一对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国公府空了！许大人一听，惊道：空了？什么空了？整个府邸就连一块铜板都寻不到，全空了，就连后院的鸡鸭也没了。全没了？好啊，你们竟敢在抄家之前把家财都藏起来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就不怕被满门抄斩。他们那伙人跪在雪地里，睁着牛眼，还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好啊，你们竟敢在抄家之前把家财都藏起来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什么空了？祖父爹，我们清早起来发现屋里全空了，连个杯盏都没留，莫不是夜里遭了贼？空了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们国公府家大业大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空了？徐大人，我们当真不知啊，估摸着真的是进贼了。你们就别在这里跟本官演戏，快说，东西都藏哪儿了？他们哪里知道，只是睡了一觉，家财就不见了。国公爷，既然你们不老实交代，那就不要怪本官不客气。来人，给本官打，直到撬开他们的嘴为止。他一声令下，官兵们涌上前，将雪地里穿着亵衣的那些人全部都压在地上打板子，板子落下，屁股开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屁股啊！许大人是真气，盯着官兵们一个个下死手。昨日的崇国公府还办着奢靡的成婚宴，今日却落得如此下场。走吧，我们也要动身了。趁着现在风雪还不大，我们先出城。此刻二老爷和江氏已经将府里的事都安排好，只是我们也受他们牵连，不得不去齐南。嫂嫂，这次去齐南也不一定是坏事，说不定是另外一个开始。不仅是开始，也是他们全家人再次翻身的机会。爹，这个是我和燕州连夜去裁缝店买的，是用来防风的袄子，你穿在里面既暖和又轻便。你娘穿，我身体强健，不怕冷。爹，娘也有一件，你穿着，路上风雪大。舒堂，你冷不冷啊？林书堂摇了摇头。娘，我不冷。拿出一叠暖宝宝，又给他们一人分了好几张。爹娘，你们把这个贴在身上，既方便又暖和。他们到达崇国公府门口的时候，长房一家人已经挨完打，一个接着一个站成一排，哭声一片。哼，你是想来看我们的笑话？没错，我就是来看你们的笑话。两人斗了这么多年，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是这般场景。二婶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们就帮帮我们吧，求许大人给我们一件衣裳穿也行。不要去求他们，没骨气的东西！猛地朝周氏那张青紫的脸甩去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我可是你大嫂！哼，大嫂，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大嫂。今日虽是分别之日，但是我们都是去齐南，难免会遇上，所以有一事我们必须要说清楚。你们要说什么？江氏从怀里拿出一张纸。老爷，你来说。我段峰从今日起与段成元断绝父子关系，日后我与崇国府再无关系，你们段家是生是死
都与我们无关。这封断亲书早已准备好，只是来迟了一些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我可是你爹！你不是一直觉得我不是你的骨血吗？那就当我不是你的儿子，你也不是我爹，你们也不是我的大哥和大嫂。好啊，原来你这些年一直记着我们的仇，难怪你明明知道今日要抄家，也不提前来告知我们。哼，你放心，皇上想要抄你家，你就算是提前知道也没有用。段峰，你们别得意，令书堂那灾星嫁给你们家，早晚有一天会克死你家那病秧子，你们就等着绝后吧！你们。他话刚落，姜氏又抬手朝他一巴掌打去。周香玉，谁让你这么污蔑我儿媳？我告诉你，她才不是什么灾星，她是我燕州的妻子，是我的女儿，是我们全家的福星。你要是再敢说她一句，我可不管这4周的官兵，我亲手撕烂你的嘴！林书堂从马车上下来，正巧听到这句话，鼻子一下酸酸的。娘，外面冷，我们上马车走吧。书堂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和燕州见你和爹下来许久，所以特地来瞧瞧。老爷，既然亲已经断了，那我们走。林书堂由衷的敬佩她这位好婆婆，能赶在离开时将这门亲断了，真是能永绝后患。娘，我会一些医术，给你瞧瞧病。我的病大夫们都说过，已经没得治了，能多活一日是一日。娘，你放心，目前还没有我不能治的病。话也到了，就该上路了，就请诸位先去地牢。你们放心，去往齐南的路就这条，估计过不了多久你们还能遇上。如果再遇上就不同了，人家虽是县城，那也是小官，若是在齐南立功，说不定还能调回京都，而你们这辈子都得为奴，想要翻身，下辈子吧。不好了，老爷，国公府被抄家了，二小姐跟着姑爷一道被抓进了牢里，说是要流放齐南。怎么会这样？昨日成婚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今日就要抄家？我的婉儿，大小姐呢？她如何了？大小姐运气好，国公府的二老爷昨夜拿着先帝的特赦圣旨找到了皇上，免了罪责，主动前去齐南当县丞，所以并未抄家流放。现在一家老小正准备上路任职。哎呀，弄错了，都弄错了，这亲就不该换，可怜我的婉儿啊！都是女儿，小女儿不能受苦，大女儿却能，真是枉为人妇。都空了，一件都没剩，宫里也乱了套，一夜之间，各个宫都被洗劫一空，皇帝连个袄子都没有，披着一件薄衫坐在龙椅上，瑟瑟发抖。陛下，皇宫御膳房和药房也都被洗劫一空，都空了，一件都没剩。是，陛下。给朕去追，找到匪徒，将东西都追回来。陛下，匪徒来无影去无踪，不知去向。查不到也给朕查，去告诉御林军，一定要给朕找出来。是，陛下。他看着空荡荡的宫殿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陛下，林太傅说他女儿是无辜的，想让您放过她。皇帝本就在恼怒中，一听更气。既然林太傅这么想念女儿，那好，现在派人去林家，就说林家和国公府串通一气，通敌叛国，给朕一并抄了，全部打发去齐南。奴才这就去传话。抄家的人很快就去了林家，将林家一众人全部收押。娘，你除了平时气喘体弱之外，可还有什么不适？还有就是胃口不好，吃的不多，也容易吐。林书堂听罢，忙从怀中拿出一包银针来，扎在姜氏的指尖和手腕。娘，你忍一忍，还有些许疼。没事儿，娘受得住。书堂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中毒。姜氏手一颤，怎么可能？燕州说的没错，
您的确是中毒，而且中毒极深。那这毒可能解啊？能解，不过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，服上1个月的药。林书堂没有多加逗留，拉着段彦洲下了马车。林书堂和段彦洲坐上马车后，让他在马车里等着，自个儿独自进入空间。他从皇宫里搬出的药房里寻到了药，打包拿出来。这个每日给娘煎服，吃上1个月，定能将毒清除。书堂，幸好有你。等出了城，我们便可以找个地方落脚，给娘煎药，一次可以煎上10天半个月的，拿袋子密封好。等娘再要吃的时候，拿出来放热水里热一热。行人离开京城后，先在城外的一处小村子口停下。这也是你乾坤袋里的东西？没错，你尝尝看，像我这样。段彦洲一脸认真看着，然后学着他的模样，面不改色的往奶茶里一戳。然后呢？然后直接吸出来便可。他的夫君瞧着清冷，原来是个外冷内热的性子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闷骚，好听点的话就是禁欲。娘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好似好了些许。二嫂的药可真好，没想到才吃下去便见了效。是啊，没想到1碗药就能见效。娘，你可知道是谁给你下了毒？大房那些人？不是他们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是你姨母。我姨母？你不是江家独女吗？为何还会有姨母？她是我们江家养女，可惜你这位姨母并不感念我们江家的恩情。当年她及笄之时，责怪你外祖父并未给她与我等同的嫁妆，对我们记恨在心。她偷走了你外祖母留给我的遗物，带走了我的部分嫁妆，离开江家，多年未与我们再有联系。可自从前段时日，她得知你父亲升官之后，突然出现，给我送来了血燕。我估摸着，定是那血燕有问题。另一处的马车内，林书堂也听了段彦洲的猜测。你不是说你姨父是万和县的县城？我们不如去打打秋风，再去囤一些东西。也好。在天黑之前赶到了万和县。哪来的狗东西，竟敢把马车停在我们大人门口！这位姨父听说很爱财，估摸着府里有不少好东西。看来今天得多囤一些东西。府内的杨夫人江燕一听是姐姐来，吓得惊坐起。你说她是不是知道我给她下毒了？夫人，那毒无色无味，再好的大夫也察觉不了。那便好，去将他们给迎进来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一个县城夫人，却穿得跟朝中诰命夫人一般，可见杨府的奢靡。我们一家要去齐南任职，所以路过此地，来给杨夫人看一样东西。直接拿出一盏血燕出来。杨夫人脸色大变，姐姐这是？江燕，你我虽然并非血亲，但是也好歹一起长大，你竟要这般谋害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怪我当初不该拿走你的嫁妆和夫人的遗物，可你也没必要这般去诬陷于我呀。好你个杨夫人，你真是狠毒啊，竟然隔着这么老远谋害平儿。林书堂趁着他们在对峙的时候，偷偷在杨夫人杯子里放了一些东西。杨夫人哭过后，端起茶盏轻抿了一口，一口热茶下去，杨夫人的鼻子里突然滴出鼻血。她大惊，拿帕子擦了擦，可血怎么也止不住。杨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杨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得了什么重病？我略懂医术，你方才说我娘冤枉你，杨夫人的夫君就是县城，不如就直接等杨县城回来一起审一审。都是一家人，何至于要闹到报官的地步？你当真会医术？你若是不信我，那就罢了。那就有请你帮我把把脉吧。杨夫人，你命不久矣啊。什么？你胡说八道！今日我们来是来讨公道的，不是来给你看病的。姐姐，这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就看在我是你姨母的份上，替我诊治可好？杨夫人若是想要我医治，就得拿出诚意来。50两够不够？我要我外祖母留给我娘的遗物。
林书堂想要这些东西，等会儿都收进空间便好，可他就是看不惯杨夫人的嘴脸，他要他当着众人的面将这些东西都摘下来，亲手还给他婆母。看来杨夫人不愿，那罢了，我们走吧。我给，我现在就给，只要你能替我看病，我都给。抬手十分不情愿的全部拿下来。你现在可以替我治病了。方才那杨夫人当真得了重病？林书堂笑着摇了摇头。那你给她的药方？药方自然是有用的，不过我多添了一些新鲜的童子尿和童子便，让她吃够3个月。一家人继续上路。不过在姜氏他们未留意的时候，他拉着段彦舟从空间来到了杨府库房。杨夫人只不过带着下人去买个药的功夫，府邸就这么空了。先是从空间里出来，拿出方才在杨家寻到的一部分金子，往那些穿不了鞋的百姓家里一户丢了一块。随后又去了万和县上级的知府大人府上，将那账本偷偷放在他的桌上。夜里，林书堂累得睡着了，他侧过身，搂住他的腰间，将脸埋进他怀里。段彦舟原本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，他僵硬着身子，一动不敢动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在梦里，他梦到了一位8块腹肌的大帅哥，手指轻轻划过那线条优美的腹肌。段彦舟闭着眼睛，尽量克制着自己，清俊的额头上竟热出汗来，可怀里的手却越来越不老实。别碰！头顶传来段彦舟略带暗哑的声音。林书堂整个人石化在原地。不是梦。天寒，别冻着了。说完，若无其事地将手抽回，准备起身，整个人朝马车里重重栽去。段彦舟动作迅速地上前，将他搂进怀中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估计是马车太小，把腿和腰都睡麻了。等再过些时日，到了西南便好了。二嫂，二嫂，快出来瞧瞧！三妹，怎么了？段秦舟朝着跟前不远处的官道指去。你快瞧瞧，那些是谁啊？长房一家人坐着囚车，正朝这边赶。瞧瞧，过去眼睛长在脑门上的崇国公府老爷、夫人、小姐、少爷们，一个个穿着脏兮兮的囚服，坐在四面漏风的囚车里，直哆嗦呢。这才是流放嘛，多有意思啊！瞧，那不是二老爷一家吗？哎呀，人与人的命就是不一样，人家坐马车，我们坐囚车，你说说，他们运气怎么这么好？周氏和大老爷那张老脸绿得发黑，他们头发披散，早已经没有过往贵气模样。你们说说，这林家大小姐是不是福星了？瞧瞧，她一进门，这二房就不一样了。当初换亲就是想要用林书堂的命克死那个病秧子，结果人家连抄家都抄不到，他们将头侧过去，不想被二房看到他们狼狈的模样。哟，这不是崇国府的大老爷和夫人吗？